现在，请你立刻打开手机里任何一个财经软件，看看那些被推送到首页的头条新闻，看看那些西装革履的华尔街分析师在屏幕前唾沫横飞的样子。我敢向你保证，此刻你视线里充斥的绝对是同一个震耳欲聋的数字7500点。他们正在声嘶力竭地告诉你，标普500指数即将发起最后的冲刺，直指7500点大关。他们正在给你描绘一幅无比绚丽的画卷，说2026年将是美股史无前例的连续第4年大牛市，说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狂潮将彻底重塑人类经济，说如果你现在还不把全部身家押注进去，你将错过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次财富列车。此刻的市场情绪已经不能仅仅用乐观来形容了，那是一种近乎癫狂的极度狂热，所有人都在看涨。但是请你现在立刻冷静下来，看着我的眼睛，我要告诉你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他们正在对你撒下今年最大的一个谎，他们正在精心构建美国股市历史上最华丽但也最致命的一个共识陷阱。你以为你正在顺应时代的趋势，你以为你抓住了财富的尾巴，但实际上你正蒙着眼睛一步一步走向庄家为你准备好的资本陷阱。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份全员看涨的7500点剧本当着你的面撕得粉碎。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当下的现实，现在是2026年，我们必须搞清楚支撑这种极端狂热的底层数据到底是什么。就在最近，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等主宰全球资本命脉的顶级投行发布了他们的2026年市场展望，其给出的目标中位数出奇一致地停留在7500点附近。虽然摩根大通近期因为担忧原油等危机，罕见地将目标从7500点下调到了7200点，但这根本没有浇灭市场的整体疯狂。主流华尔街依然信誓旦旦地预测，美股今年还能再涨 12%。 他们抛出的理由听起来简直无懈可击，说人工智能不仅是概念，更是实打实的生产力革命，说美国经济充满韧性，消费数据依然坚挺，甚至搬出历史规律，告诉你只要牛市能撑到第4年，就绝对不可能以暴跌收场。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完美？简直就像一道精确计算过的数学题，完美到让人无法反驳。但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为了让7500点的目标在逻辑上成立，这些华尔街巨头在他们的估值模型里悄悄植入了一个极其离谱的假设。他们假设在2026年，标普500成分股的每股收益，也就是企业利润，将实现 14% 到 16% 的惊人增长。请你在脑海里仔细咀嚼一下这个数字， 14% 到 16% 的利润增长。如果你把那几家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剔除出去，这意味着标普500指数里剩下的那490多家传统企业必须在今年把他们的利润增长速度硬生生地翻整整1倍，才能达到华尔街的预期。现在请你暂时忘掉手机里的 K 线图，抬起头看看你真实生活的世界，看看你所在的行业，看看你周围的实体店，看看你自己的工资单。你觉得真实的宏观经济像是在以翻倍的速度狂奔吗？你觉得那些非科技类的传统企业真的能在目前高昂的借贷成本下创造出翻倍的利润吗？华尔街摩天大楼里那些极其完美的表格和普通人脚下踩着的真实经济泥沼已经彻底断裂了。接下来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当下的美股市场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病态集中，这不是一个健康的股市，这已经退化成了一个披着指数外衣的科技股杠杆基金。排名前10的超级权重股竟然占据了整个指数将近 40% 的总市值，这意味着容错率已经无限趋近于0。现在市场对这些科技巨头的期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赚钱，而是必须完美无瑕。华尔街把通胀永远温和，美联储政策永远精准，人工智能变现毫无阻力，这些最理想的状态全部提前透支，计入了现在的股价里。当一个市场被完美预期填满时，它就变成了一座极其脆弱的玻璃栈桥。只要有一家巨头的财报稍微不及预期，只要前瞻指引出现一丝疲软，那种令人窒息的估值泡沫就会瞬间破裂，引发的抛售海啸会把整个大盘直接拽入深渊。不仅如此，我们再来看看此刻市场上最危险的那个变量，那就是每一个正在看视频的散户，你们的真实账户状态。如果你去看最新的全美个人投资者协会的情绪指数，去看看那些主动型基金经理的仓位暴露指标，你会感到脊背发凉。现在的股票仓位已经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极值，而投资组合里的现金储备却被抽干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意味着能买的人、敢买的人，甚至那些借钱加杠杆买的人，已经全部在车上了。股票市场的物理法则其实非常简单，
价格要继续上涨，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必须有带着真金白银的新买家不断涌入。当全市场的人都在看涨，当每个人的账户都是满仓状态，当看跌的空头被彻底消灭时，你告诉我，还有谁能拿出钱来把指数买上7500点？答案是没有人。这就是金融心理学上最经典的枯竭点。当乐观情绪变成一种绝对的、不可挑战的全民共识时，它就不再是推动市场上行的燃料，而是最致命的反向做空信号。既然散户都已经满仓了，那每天在市场上疯狂交易的巨额资金到底在干什么？这就要拆解华尔街机构手里真正的底牌了。你必须学会把他们在电视上喊的口号和他们在交易室里按下的按钮彻底区分开来。表面上，他们全网通稿都在唱多，告诉你 AI 是人类之光，告诉你闭着眼睛买入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他们这么做就是要给你提供极致的情绪价值，让你感到无比的安全。但在水面之下，在你看不到的暗流中，资金的真实走向却呈现出一种极其阴险的背离。从今年年初开始，每当标普指数努力向上突破，创出新高的时候，你如果去仔细拆解成交量，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伴随着价格的上涨，真实的买盘成交量却在不断萎缩，而一旦大盘出现回调下跌，成交量就会瞬间放大。这在交易逻辑里是一句非常直白的潜台词。这意味着在7000多点这个让人缺氧的高位，真正的主力资金正在悄悄撤退，而隐藏在幕后的卖盘正变得越来越凶狠。那些告诉你市场会涨到7500点的聪明钱，正在利用你们对踏空的极度恐惧，来为他们自己庞大的获利盘寻找接盘侠。这是一场极其经典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资本收割游戏。机构的资金体量太大了，他们不可能像散户一样在一天之内把股票全部清仓，那样会直接引发崩盘，把他们自己的利润也埋葬掉。所以他们极其需要流动性，他们需要大量的、狂热的、盲目的买家，在历史最高点源源不断地接走他们手里的筹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动用所有的媒体资源，把7500点包装成一个近在咫尺的应许之地。他们要把你内心的贪婪放大到极致，让你忘记风险，让你像飞蛾扑火一样，拿着你辛苦攒下的血汗钱去买入他们正在拼命抛售的资产。我们要明白，一个历史级别的大顶从来都不是在某一天突然暴跌形成的筑顶，它是一个极其漫长、极其残忍的派发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指数可能看起来稳如泰山，甚至还会隔三差五地给你拉出一根诱人的大阳线，让你产生一种永远涨下去的错觉。但在指数的光鲜外表下，市场内部的失血已经开始了。那些对经济周期最敏感的交通运输板块，代表本土经济的小盘股，早就已经无力跟随大盘创新高了。这就像是一支军队，主将还在前面举着大旗硬撑，但底下的士兵已经开始溃逃了。而且这些机构还在利用宏观政策的预期差对你进行心理上的麻痹。过去这1-2年，市场之所以能狂飙突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都在压住美联储会开启疯狂的降息周期。但当我们站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你再去看看真实的通胀数据，通胀就像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各大央行根本不敢大规模放水。那个借钱不要利息，闭着眼睛炒股都能赚钱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但机构绝对不会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大张旗鼓地告诉你，他们依然在用降息的虚假预期维持着你们买入的信仰。我们再来剖析一下这场收割游戏里最歹毒的心理战术。在过去的3年里，这个市场对所有的散户进行了一场极其成功的巴甫洛夫式训练。每一次大盘出现下跌，只要你敢抄底，只要你敢满仓，过不了多久，市场就会创出新高，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你们的大脑已经被深深地植入了一个思想钢印，逢低买入是绝对正确的，每一次暴跌都是送钱的黄金坑。这正是机构目前最核心的武器。当真正的雪崩开始时，它起初的样子绝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崩盘，它看起来只会像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正常回调。而你作为被训练了3年的散户，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你过去的成功经验，你会把你仅剩的现金子弹全部打出去抄底。但是这一次底漏了，它会继续下跌，跌破你的成本线。这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选择死扛，你会去四处借钱补仓，试图摊低成本。机构就是利用你这种被反复强化的乐观主义，像钝刀子割肉一样，一点一点放干你的资金。等到你终于意识到趋势已经逆转，等到你的账户已经被腰斩，等到你因为极度的恐慌和绝望而在最低点按下清仓键的时候，那些早就套现离场的机构
才会拿着庞大的现金重新回到废墟，以极其廉价的折扣买走你带血的筹码。这就是资本市场最血淋淋的阶层财富转移。面对这样一个基本面和价格彻底脱节的绞肉机市场，我们普通人必须立刻启动一套极其严密的防御思维。首先，彻底砸碎关于高收益的幻想，不要再被那些所谓的高科技叙事洗脑了，不要再去追逐拥挤赛道。真正的防御绝对不是让你把所有的股票清仓，把现金塞进床垫底下。顶级的防御思维是一种充满攻击性的战略收缩。你要做的是迅速调仓换股，把资金转移到那些在过去3年里被市场完全忽视的角落，去寻找那些估值已经被压缩到极致，但依然拥有强大护城河的优质企业，去寻找不管经济衰退还是繁荣，每个月都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公司。你甚至应该大幅提高资产组合中固定收益类产品的比例，锁定确定性的安全垫。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留存出足够比例的现金。无数人在嘲笑持有现金是在贬值，但他们不懂，当市场被定价为绝对完美时，现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攻击性的武器。现金是你持有的一个永远不会过期的看涨期权，它赋予了你在这个市场最终崩塌时大肆扫货的终极特权。没有现金储备，当真正的机会降临时，你不仅是个看客，甚至可能是被平仓的牺牲品。害怕错过的心理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最深层弱点。但我必须提醒你，你现在觉得错过的所谓财富，只是在极致杠杆和疯狂情绪下催生出来的账面幻觉。真正的跨越阶层的财富，是靠你在所有人都失去理智时保住本金，然后在市场失衡变野时去捡拾极品资产。不要让自己沦为机构出逃的流动性耗材，放弃对7500点虚假繁荣的迷恋吧，那只是一句用来麻醉你的广告语。当市场真的开始回调，请你把短期的痛苦重新定义一下，这就是你为了在未来变得更加富有所必须支付的入场费。现在的防御就是你度过这场风暴最坚不可摧的保命铠甲。如果今天这番刺耳但绝对真实的话能够让你从集体催眠中清醒过来，我恳请你现在立刻按下订阅按钮，请务必点赞这期视频并打开小铃铛，因为在这场市场变局中，我会随时为你发布最一针见血的实时预警。最后，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在这场多空博弈和宏观巨变中，你现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市场变量？是随时可能变脸的货币政策，还是科技巨头的财报数据？写下你的看法，或者留下一句你的投资承诺，我会持续帮你整理这些关键信息。我们下期见。